有人说，城市里的新房是享受，而农村的老屋才是情怀。厌倦了城市的喧闹，只有回到这里，才能感受内心的平静。多年无人居住，院子里早已是杂草丛生。最近有一个改建，今天终于要拆老房子了。这个老屋是我公公婆婆81年盖的，也是我老公从小长大的地方。自从05年我婆婆过世之后，我公公就独自在这里住了10年。2015年的时候，我公公因为修房子不小心从房顶上摔下来了。从那以后，这里便无人居住，没有了人气的房子总是衰败得特别快。在外面漂泊了这么多年，心里还是惦记着老家，一直想着回来把老房子重新修整。今年也是终于下了决心。原来的地基都是石头，我们用了钢筋混凝土，这样比较结实一些。站在上面看显得好小啊！砖用的还是老房子的砖，不得不说，以前的东西质量就是好。靠南边这一间是厨房，地面不平，得填大量的土。师傅们开始砌墙了。师傅们干活速度还是挺快的，明天就可以上梁封顶了。在我们这儿，上梁封顶是个重要的事，得提前看好日子。下期视频再给大家更新。还往哪了？还拿枪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芳，今天来给大家更新上梁的视频啦。这根大梁是特意在后面山上砍的，刨掉皮晒了好久。现在估计很少有人盖这种上大梁的房子了吧？师傅们也都说好多年没有做过这活了。村里的老人都笑话，说别人回来都是瓦房换楼房，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越活越回去。上梁这种活儿，师傅们已经好多年都不干了。再加上我这个净空确实比较宽，大梁太长了，要弄上去着实费劲儿。本来想着先放一头，再把这一头拽上去，没想到这个方法行不通，太沉了，这头根本拽不住，而且就算弄上去了，想给它翻过来也很难。最后还是老将出马，外面干活的木工师傅看不下去了。先这样平着放上去，另一边就好弄得多了。换了2个指挥官，终于是上来了。厨房这边这个梁相对来说就好上得多了。明天就要开始铺瓦啦，记得给小芳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今天要开始上瓦了，
要先打上横梁和方木，再在上面铺上一层木板。这屋顶的瓦我选的是陶瓷瓦，陶瓷瓦的耐磨性和耐腐蚀性都很好，而且它有非常高的抗压强度，密度十分均匀，重量也很轻，而且不会吸水，基本上是现在建房屋顶瓦的首选。在以前，新屋落成是要贴对联放鞭炮的，提倡环保，我们就不放鞭炮了，写副对联贴上吧。写的不好将就看吧。厨房屋顶的瓦就用老房子拆下来的小青瓦，其实这种小青瓦铺上去还是挺有感觉的。在网上买的漆今天到了，准备这2天把房梁刷一下。我买的是这个柚木色。首先开始调色。刷上漆，一是为了美观好看，二主要是为了防腐。用刷子刷实在是太慢了，手也酸了。搞了个气泵，然后又买了一个喷壶，屋子里面就用喷壶喷。喷起来快多了，还省气。比较大的裂缝要用木漆腻子填一下。忽然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红色的板子该怎么办？漆喷少了不上色，喷多了不均匀。有人有好办法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一下。终于喷完了，暂时只能这样了。这红色的地方以后有好的办法再补救吧。又是一个下雨天，今年的雨水好像特别的多，室外的活也干不了，想着把屋里的防水先做了，等天晴了师傅过来贴砖。以前家里的老房子总给人一种潮湿的感觉，特别是天阴下雨的时候，家里的东西也容易发霉，都是因为房子的防水没有做好。所以我特意在网上买了防水布，准备自己铺一下。2大卷防水布，大概200多块钱。首先要在要施工的地方撒上水泥灰。然后再调一下这个胶水，均匀的洒在地上。胶水洒完之后，要铺上防水布。
最后上面还得撒一层水泥灰，再撒点水给它和匀，方便它凝固。房间的弄好了，接下来铺客厅的。村里的大娘都好奇的是干啥，他们家都没做过防水，所以反潮特别严重。在他乡的人怀念的永远是家乡的烟火气，在外多年一直想念老家的柴火饭，所以这次回来改造老屋，一早就想好了，厨房一定要打一个土灶。找的是我们这里比较出名的打灶师傅，他打的灶特别好烧，省柴火，火力猛。烟囱本来打算用砖砌的，后来觉得比较麻烦，就买了这种管子。师傅说现在大部分也都用管子。撒好啦，不大不小，是我喜欢的样子。我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开始尝试烟熏火燎的家乡味。今天要打门前的地坪，准备了4车沙子，还有3吨半的水泥，大概要打100个平方10公分厚的地坪，不知道够不够。里面是一个小卫生间，也要打上地坪，就不准备贴砖了。铺完水泥，这上面还得要一层街面。我买了这种红色的颜料，混合在水泥灰里面做街面，一袋50斤，145块。主角登场啦！在网上花20多块钱买的模具，师傅也是第一次见这种。太阳太大了，晒的水泥有点干了。感觉还挺好的，像是一块块砖铺的。整体看起来也还好，这边的小路也开始铺起来了。凑近点给大家看看细节。感觉路的颜色要红一些。有了上午的经验，这次的水泥没有那么干，应该会比较好硬一些。
家觉得这种省时省力又省钱的模具怎么样呢？记得小时候别人家盖房子，外面都是贴的瓷砖。最近也经常在网上看一些装修的视频，我发现现在特别流行喷真石漆，它喷在墙上有一种仿石材的效果。正好我有一个朋友就是给别人做外墙喷漆的，师傅先粉外墙，这个喷漆的前期工作就由我来做了，字的间距都是师傅算好了告诉我。墙的四周要做好保护措施。这个漆是我在网上买的，这一桶150斤。这种一条一条的撕的还挺解压的。突然发现这里少贴了一根，我简直太喜欢撕这个了。大门旁边的2根柱子本来是打算明天再喷的，查了一下天气预报，明天可能还会有大雨，等明天上午喷怕干不了，而且气泵都是租的，一天得几十块钱，所以想着连夜给它把这个给它喷完。中间还出现了一个问题，150斤的漆喷完那个墙面就没剩多少了，就不够喷这2个柱子，而且师傅说就算再买的话，同一家店他也不会买到一模一样的颜色。幸好我这就剩2个柱子了，跟墙面颜色就算错一点也没关系，也看不出来。如果大家要喷这个真石漆的话，一定要记住要一次给它买够，要不然第2次买的话它都调不到一样的颜色。等回市里买完漆吃完饭再回来干活都已经10点多了，天都黑透了。早上9点，还好现在还没有下雨，这个柱子一看都还没有干透，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。现在如果下一点小雨的话，应该是没有事儿。希望今天不要下大雨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芳，在网上买的美缝剂到了，今天回来做美缝。我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前天的雨下得太大了，柱子还没完全干透，还是被雨冲掉了，看着掉的惨不忍睹。美缝剂是我在网上买的，一组是17块钱，我买了10组，60个平方，送的有全套的工具。
继续，一切都是那么完美。我昨天那个失败，可能是因为那个胶打得太快了，它就缝隙都没有填住那里。继续勤奋。刚才又在网上搜了一下这个东西，前面应该剪一下，剪成这个样子，斜斜的口就行了。这样看着还可以，就是比较费胶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买的应该是有多的。完美。正常要等到24小时之后才能干，现在天气比较热，上午做的下午都干了。今天的美缝完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芳。我们家的门和窗户已经做好了，一个入户大门和2个大窗，加上房间后面还有一个小窗户，一共花了7000多块钱。窗户用的是普通的铝合金加双层的钢化玻璃，还有钢丝网的纱窗，纱窗还没有到，300块钱一个平方。一个窗户不到7个平方，加上这个门大概9个平方，一共是22个平方多一点，不到23个平方。之前想过用断桥铝的，但是我问过之后发现价钱太贵了，断桥铝的要500多一个平方，我这全部做下来大概得1万12000左右，太贵了，有点超出了我的预算。一直憧憬的落地窗房子，现在也开始有点后悔了。这2个大窗户都10几个平方了，想来想去还是选了这种双层玻璃，隔音隔热都挺好，比断桥铝的还省了不少钱。不得不说，现在网购实在是太方便了，太适合我这种不喜欢逛街的人了。去拿快递的时候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反复询问了卖家，才知道床只有这1个包裹，另外2个还是床头柜，光螺丝就有这么多，我要用这么多螺丝把这些长长短短的木板都连接起来，光看这一张纸又看不懂，还好有视频教程可以学。今天顺便把窗帘也安了，这个窗帘也是我在网上买的，2.7米的高度，
才花了200多块钱，拉起来遮光效果特别好。老屋改造断断续续已经3个多月了，基本上已经完成了。接下来就开始整理这个院子，准备给它打造成一个花园小院儿，面积大概有300多个平方。一时之间还真不知道从哪儿开始。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留言评论一下，我也可以做个参考。看到这云雾缭绕，像仙境一样，忍不住多拍了一会儿。这个山是老寨山，山上的茶叶特别出名，好一点的要卖到几千块钱一斤。终于看到我要找的东西了，就是这些石头。院子里有一个鱼池，搬一些石头回去装饰鱼池正好。看这么多石头，被水冲刷着光滑圆润，简直是大自然的恩。这些没有几块石头特别好看，可惜下不去。这水好凉啊！真想多捡一点，可惜车里不能装那么多。等下一次有时间了，开个3轮车来捡。回去的时候忍不住又下来看了一会儿，没捡。今天是改造小院的第2天，准备装葡萄架。这个葡萄架不是买的，是从我大哥他店里拆的。他店没干之后拆了很多东西，包括屋里装的灯都是从他店里拆的。先搬出来洗干净晾干，一会儿准备给它重新喷个漆。我的喷漆工具又派上用场了，这个漆还是上次没用完的，然后我又买了一桶。立这几根柱子特别费劲，就特别怕它歪了，然后由于地面也不平整，所以特别不好弄。
最后再看一下，调整一下，没有问题了之后就可以拿锤子给它敲下去。我也没有上钉了，就这样吧，看着还是挺好的。我已经开始幻想它爬满葡萄藤的样子了。明天打葡萄架下面的地坪，这个关注和点子的神器又派上用场了。大家还记得这个模具吗？今天我们来换一种用法，直接用它来倒砖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正好下了这场雨，让地面松软了很多。要先把架子下面的地面找平，然后撒上一层水泥灰踩实。用的还是我上次没有用完的红色颜料，其实他们都说用灰的好看一些，想着这还有，再买就浪费了。接下来就是把模具摆好，然后直接把这水泥倒进去就行。其实做到这儿我都已经发现问题了，因为这地面不是很平，所以倒出来的砖也显得高低不平，中间的缝隙还特别大。关键是我这颜料还不够了，然后我就决定换一个策略，还是像之前一样直接铺上水泥，然后用这个模具硬。因为颜料不够，所以就先紧着这中间的，两边的等过几天再想办法。目前的话就是这个样子，剩下的两边等我想到好办法再补救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芳。小院的围墙迟迟都没有动工，是因为一直没有想好该做什么样子。原本是想围一圈的图纸，后来也因为各种原因放弃了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，之前拆老房子的时候，把房顶上这些瓦都留了下来。当时就想着以后废物利用，现在终于派上用场。拉好线直接往上码，然后中间的话用水泥给它固定。因为我这个是以前的瓦，所以它的大小好多都不一样。如果是现在卖的那种小瓦片的话，那个应该会好看一点，那个大小非常的均匀。
耗时了好多天，终于给它完成了。最后请师傅来收一下上面的顶，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效果。我觉得看起来还是蛮有感觉的，最主要是废物利用了，几乎没怎么花钱。各位朋友们觉得我这个围墙怎么样？欢迎在评论区发表看法。下个是，然后我就想起来，前几个月朋友犯病不干了，在他那儿拿回来好多不要的椅子，当时也没想着干嘛用，就是觉得这么好的椅子丢了挺可惜的。现在正好可以用这些木条钉在墙上，做一个装饰。首先要给这些木板全部都刷上一层漆，既防腐又好看。然后再用钉枪来钉在墙上面就行了。终于钉完了，来看一下前后对比，是不是有种古色古香的感觉？还剩下一些多余的木条，就钉在这边的墙上。大家觉得这个创意怎么样呢？喜欢的话，记得给小房子点赞。最近真是跟这个墙杠上了，总觉得厨房这儿空着一片白不好看，于是我又花了几百块在网上买了这个装饰画，准备给它钉到墙上去。最后要刷一遍油，让它看起来更有光泽感。最后来看一下对比，到时候下面再放一个水缸，水缸里再种点桃花，慢慢的就变成了喜欢的样子。
天在网上买了这个仿真茅草，想把厨房窗户做一下装饰。首先要做一个支架，正好可以固定在这个木条上面，用钉枪钉起来就非常方便。支架支起来之后，我们要盖上这个茅草，先摆上去，用铁丝简单的固定一下。这里我前后搭了2层，有一定的坡度，看起来更逼真一些。最后的固定里面一排是直接上螺丝，这样更紧一些。看看完成后的成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芳。今天的天气特别好，就想着把以前的旧家具翻新一下。这个是以前的方桌，看着桌面上掉漆比较严重，我们现在给它打磨一下。打磨完了之后要清理一下这个缝隙，这个缝隙比较大，我准备用木漆腻子给它填一下，等它干了还要再打磨一遍。这个老柜子我也准备给它翻新一下，还找到了我公公之前用的公文包。第一步还是用角磨机先粗略的打磨一遍。这是个小伤口，休息一下又可以继续干活了。要用砂纸打磨第2遍。柜子门上面有一个裂缝，也要用木漆腻子给它补一下。补完再打磨一下，明天就可以上漆了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芳。
前2天把桌子和柜子都打磨好了，等了2天，我买的漆才到。我这次买的是仿古木纹漆，是专门用来翻新木质家具的。还是以前的家具结实，用的都是实木。盖房子的时候，这个柜子在外面风吹雨淋了好几个月，没想到还是完好无损。不得不说，以前的老东西还是真材实料，质量就是好。第1遍刷完了。每一个老屋里应该都有这样一个方桌，逢年过节、聚会宴请，坐在上面的都是长辈贵客，我们小孩子只能远远地看着。不像现在，家家都有大圆桌、小转盘，老老少少都可以围坐在一圈，举杯换盏，其乐融融。但是老方桌在已经长大的我的心里，却依然充满了敬畏。总觉得还是有一点单调。然后我又在网上买了这个，给桌子的4个角都包上。这个柜子的角也给它包上，正好这边这个角缺了一块，用它挡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芳，今天要自己动手做院子的大门，先去砍点竹子。竹子要晒几天，稍微脱一下水分，然后要搬回去，再用火枪给它表面烤一下。经过碳化处理的竹子不容易腐烂，而且高温可以杀死附着在竹子上的虫卵。烤完之后，下一步就是开始切割。尺寸是我之前量好的这个门框的尺寸。因为这些竹子都粗细不均，所以要给它分一下。每一节竹子都留了竹节这一头，有人知道是为什么吗？这个框架是在街上找师傅做的，接下来就是想办法把这一节节竹子
卡到门框里面去。我一开始想的办法就是打孔，然后给它穿起来，直接放进去就行了。结果我发现想法很简单，现实却很残酷。手工测量和操作难免会有误差，穿上之后发现根本塞不进去。经过我反复的思考和实验，最后还是决定不打孔了，一根一根的往上摆。摆上几根之后，就可以把上下固定起来。先简单的固定一下。同样的方法，把剩下的几个门框装完。最后把所有的铁丝都固定紧就行了。等干一段时间，还要给它刷上一层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芳。老屋的改造基本上完成的差不多了，就是屋里这大白墙看着不舒服，准备给它加点装饰。木条也是我在网上买的，然后自己给它喷了漆。这是完成之后的样子，看着比大白墙舒服多了。一干活就闲不下来，这是我前几天做竹门的时候剩下的竹子，扔了也挺可惜的，就想在院子这个地方围一个小竹篱笆。
是小芳，今天来给院子的竹门刷上漆。刷漆能防腐、防潮、防开裂。最近收到很多私信问我关于农村能不能建房的问题，今天就正好跟大家说一下。关于农村能不能建房，每个地方的政策都不一样。像我们这里的话，自己的宅基地危房重建是可以的。前些年危房重建还有补贴，现在没有了。重建之前也是要经过审批的。像我去年建房前，光跑审批手续就花了1个月的时间。首先是组里签字，然后村里公示，再到农业发展中心，再到土管所，再到拆建中心，最后到乡政府，都得一步步经过审批。每个地方的政策都不一样，有回老家建房的朋友，最好是先打听一下当地的政策。未经审批的话，是不允许私自修建的。都想看看小芳的院子现在是什么样的。去年种的花基本上都开了，这个棒棒糖开的特别好看。但是我为什么很少拍我的院子呢？就是因为我这个草坪，每次发都会引来一堆的嘲笑。距离上次剪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，看看现在又长多高了，还长了穗儿。这到底是个啥草呢？割的还没有长得快，这边割完了，那边又长起来了。我已经割了好几茬了，每一次都腰酸背疼好几天。看这草长，花都看不见了。还是狠心买了个割草机，今天来试试看效果怎么样。昨天晚上已经迫不及待的先试割，果然轻松很多。真是省时又省力，几分钟就割了这么大一块。因为有很多小树苗，害怕失手割断了，所以割的时候也得小心翼翼的。突然发现有几朵月季花好像是生病了，有没有懂花的人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吗？割草机的效率就是高，不到1天的时间，300平的院子割完了。看看我的裤子和鞋，还是草木的，边边角角割不到的地方，还是要手动剪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芳。最近想把院子这边这一块铺条路，在网上搜了一下他自己动手做，泼水泥的经验咱还是有的。
多人想问房子的布局，正屋就是一个大客厅和一个房间，厨房后面还有一个卫生间和一个杂物间。卫生间比较简单，就是毛坯墙，杂物间用来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和一些工具。没有说的就是门口的这个沿廊，这个沿廊留得太窄了，只有50公分。当时只想着给屋里的空间留大一点，没有考虑到外面太窄了，下雨的时候雨水会飘进屋子里。当时如果留1.5米就正好了。